让我们热烈欢迎今天典礼的主角荣誉教授。荣誉教授功勋卓述，多年来为我国突破多个世界性的难题，现颁发国家终生成就奖。这位就是荣家大小姐，看着土里土气的。听说在乡下待了18年，2个月前才被荣总接回海城。亲妈刚去世，也挺可怜的。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儿。有事儿？姐姐，原来你喜欢喝红酒啊。不过你拿杯子的手势错了呢，是吗？当然了，红酒最佳饮用温度不超过18度，手接触杯身会影响口感。姐姐，我教你怎么……哎呀，姐姐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疯了！现在口感可有变化？天哪，太无理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丢尽荣家的脸了！你们一群自诩有教养的人，都在角落里对我指指点点、评手论足，就不算无理了？我要告诉爸爸！一群傻子！是身形和五官？是季总，季芷渊，季家整群人居然来了，快过去打个招呼！你和季淑仪是什么关系？你和季淑英是什么关系？直呼季老爷子名讳，胆子也太大了！乡下长大的就是没规矩，这下得罪季家了。季总，我这个女儿在乡下长大，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快给季总道歉！季世英还活着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家老爷子身体康健，自然好好活着。荣总倒是一个大胆的好女儿。妈怎么教你的？一点家教都没有，荣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骂我。反了天了！荣总，孩子还小，慢慢教就是了。怎么把人打晕了？下手太狠了，没见他得罪了季家吧？打一巴掌算轻的。这丫头，我根本没打到，她故意装晕。我的儿子明明昨天还是8岁软萌的样子，怎么就变成了这副苍老模样？想见你，竟还要先过季芷渊这一关。大小姐，该起床上学了。70年后的学校教育，我倒要好好看看。昨天宴会上，就是你用红酒泼我姐，怎么能说泼呢？分明是请你姐品尝。还有，不能用手指人哦，不然会被说没家教。你个乡巴佬才没家教！够了！昨天得罪季总，今天一大早跟弟弟吵架，你都18岁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行了，跟孩子计较什么？我已经托人脉，尽量安排见季总一面，表达我们的歉意。放心，他不会在意。季家人刻在骨子里的温润宽容，丈夫如此，当年的儿子亦然，后代自然也差不多。这点小事，他不会放在心上。当年战乱年代，学校被炸了好几所，求学之路磕磕绊绊，哪有这般好的条件？上辈子高中物理常霸第一，却被校长推荐保送北大数学系，不知道70年后的数学研究到了哪个地步。
捡起来。这妹子谁啊？敢这么跟野哥说话？长得挺好看，就是太嚣张了。我再说一次，把书捡起来。我要是不捡呢？现在可以捡了吗？你放开我！给你3个数的时间，否则我不保证你接下来会不会更丢脸。今天是被你偷袭，咱们走着瞧。荣玉居然敢惹冀州野，他疯了吗？野哥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跟女人打架，显得我多没风度。他不过是运气好，迟早要吃苦头。老师，我想转理科，请问要办什么手续？你说什么？转科？荣玉，你是复读生，文科已经学了3年，成绩本就不理想，现在转去理科，相当于从零开始，这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老师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这不是你决定了就能行的，转科需要家长签字同意。谢谢老师。复读生，早上那笔账咱们该算算了。不过如果你态度良好道歉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只要你一天到晚不好好读书，只知道排挤欺负女同学，一个个头发染成五颜六色，穿着花里胡哨，你们从头到尾哪里该有做学生的样子？你们父母不知道该有多失望。我没有父母。你父母挺幸运，若活到现在，怕也会被你给气死。别再来招惹我！大哥，什么事儿？我在你学校门口，出来，一起去机场接老爷子。知道了。掉头去机场。不是我说，你是故意跟踪我吧？我说怎么会有女人不知死活挑衅我？原来是想吸引我的注意。我没兴趣跟踪你。快看，季老爷子在那边出口，大家快过去采访，别让人给跑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你大声呱唧什么？别挡道！刚才是谁在叫我的乳名？多少年没听过了，是不是妈妈来接我了？季总，飞机上隔壁座位是一个因车祸致残的年轻男人。老爷子多问了一句，得知情况后就突然发病。70年了，当年太奶奶遭遇意外时的场景，还是他无法跨越的阴影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学校论坛上说冀州也带人为难你，我和他还算有点交情，明天我跟他说一声，让他不许欺负你。大晚上出去跟人打架鬼混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麻烦签下字。姐姐要转理科，你学文科就已经很吃力了，理科怕是更难。小玉以前在乡下读书，识字条件差，跟不上正常进度。实在不行，就请个补习老师吧。女儿是文科第1名，没必要浪费时间在妓女身上。阿姨帮帮忙。这妓女现在看着沉稳，做事却越来越蠢。好，阿姨尊重你的决定。既然你家长同意，那我就帮你走流程。不过你高考100多分的成绩，文科都跟不上，转理科可要想清楚。老师，我已经想好了，
文科都读不明白，还转理科，真是把读书当儿戏。老班领了个漂亮妹子来。野哥，别睡了，是昨天那个女的。大家好，我叫荣玉，很高兴能与大家成为同学。你就坐那儿吧。这也太巧了。先是引起我的注意，接着跟踪我，现在还转到一个班做同桌。说吧，你对我有什么企图？野哥，他无视你，得给他点教训。听说你高考才100多分，比我还拉近，就这还复读，浪费资源。看来昨天抽清了，正好我手痒。这女人真敢砸下来，不就开个玩笑吗？这点玩笑都开不起。我也是开个玩笑，这就怕了？谁怕了？我野哥才不怕你。小姑娘，这里住的可是大人物，百年大家族季家，你认识宅子主人？我来探病。荣小姐，季总，听闻季老爷子重病，我特登门探病，还望允许。季家私宅从未对外公布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如果我没算错，季氏集团核心保险箱的密码应该是……现在我能进去探病了吗？请，只有我和老爷子知道密钥，难道老爷子？英宝，查到了，荣家长女父母离异，2个月前母亲去世，被父亲接到海城，就读于海城一中，与季家无任何关联。毫无关联？他怎么会知道密钥，还叫得出老爷子的乳名？以后我每天这个时候过来探病。他知道季家核心机密。那阿渊，明天见。被一个高中生直呼名字，格外不适。但他连爷爷都叫英宝，叫我阿渊，好像也不算过分。安排2个人盯着他，一旦他接触任何商业人士，立即控制他的行动。大小姐回来了，吃过了吗？随便下碗面条就行。大小姐用餐了。等会儿，久违的研究快感，终于找回来了。正面有问题。你过来。你叫我过去我就过去，你是哪根葱？吃。这碗面被我加了半瓶盐、半瓶醋，还吐了口水，我才不吃！粮食来之不易，岂能容忍浪费？你做了什么小动作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个乡巴佬，敢欺负我！大小姐以前一直默默承受少爷的欺负，今天居然反击了。爸爸妈妈，容易欺负我。这才几点？你不在学校上晚自习，早回家欺负庆安，有当姐姐的样子吗？正因为是姐姐，才要教育她爱惜粮食。既然大人不管，那就只能我来了。荣庆安，跟你大姐道歉。对不起。把捉弄人的时间花在学习上，她一个乡下来的，影响不了你什么。已经早上了。
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高中数学。一个学家居然看这种书，怕是装样子。中午去图书馆还书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快看，前面是荣誉。宋怀果然厌恶他，这下不用担心他纠缠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昨天在网吧碰到一个超级厉害的大神。哇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吗？我也想去看看。荣誉，你他妈也太嚣张了！野哥那是让着你。给你们两个选择，要么滚出去，要么安安静静，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和气味，否则……野哥，这女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。打不过还能怎么办？正好困了，睡觉。野哥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她一个小女生吧？好男不跟女斗，懂吗？再唧唧歪歪，滚出去！原来一句话就能让他们消停，我以前到底在怕什么？医生怎么说？发病最长昏迷3个月，最短3、4天就能醒来。经常发病吗？发病原因是什么？麻烦管家给我准备一份晚餐。荣家不需要我这个女儿，我也不想留在荣家，那就从用餐开始，一点点剥离出来。英宝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荣小姐，我安排车送您。不用了，我刚才过来时看到附近有一家书店，进去逛逛。这女人该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？前2天在机场也碰到她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五少爷笑什么？跟你没关系。老爷子今天情况怎么样？荣家也算海城富豪，给18岁女儿就这么点钱，等儿子醒过来再说吧。这一家人的热闹，从来都与我无关。季氏集团突然发布了一个重量级音乐选秀节目，季氏集团的选秀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。成团后能和当红一线歌手合唱发单曲。我记得荣若瑶小时候还拍过电视剧呢。这是海选要求，从小风筝、月亮光光、小桥流水3首歌中选1首录制视频发送到组委会。听内部人说，这是季老爷子最爱听的歌谣。这几天他病了，季总想圆他的心愿才开启选秀。我先浅唱2句，你看看。小桥流水更有童趣，年代感也最贴合。就唱这首怎么样？那就听妈妈的。报名选秀有什么要求吗？姐姐，你说什么？他问报名选秀有什么要求？你该不会也想报名参加选秀吧？瑶瑶从小就学习唱歌，她参加选秀理所应当，你瞎凑什么热闹？姐姐，我刚刚看了，报名没有任何要求。就唱月亮光光，这是他最熟悉的旋律。月亮光光照窗台。他居然还真要参加选秀，笑死人了！这声音好清透，不是少女的清澈，还多了5分温柔与坚定。专业歌曲录制不该是去录音棚吗？竟然在房间里用手机拍。你今天就别熬夜学习了，养好嗓子，明早我带你去录制。发送成功，接下来可以安心研读期刊了。
要迟到了。还好没迟到，赶上早自习了。铃声刚好。早上好。这小子笑起来莫名眼熟，挺好看，就是头发太影响感官。请你喝的。不用了。他怎么拒绝了？野哥，你居然给这个嚣张的女人买奶茶！其实他暗恋我。什么？他在说什么胡话？什么？他数次挑衅，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天天装模作样学习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对他改观吗？是吗？当然是，不然他一个文科生转到理科来干嘛？我想出一个报复他的好主意，假装对他感兴趣，追求他，在途中甩了他。野哥，你太鬼才了！到时候他当众丢脸，肯定会哭。聊什么聊这么起劲儿？不聊了，来，加个好友，就不吵你学习了。加就加，看他耍什么花样。机会来了，我已经进了第一步。学校对面有西餐厅，中午我请你。不爱吃西餐，那吃火锅或者烤肉。哎，荣玉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？行吧，本少爷就屈尊一回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直接说。不想干什么，我就是想对你好。姐姐，好巧呀，冀州野，你怎么也在食堂吃饭？真是阴魂不散，又来打扰我。怎么，我来食堂吃饭，还得先跟荣桂花打个招呼，懒得跟她废话，赶紧打发走。我姐姐刚从乡下来，很多事情不懂。冀州野，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多照顾一下我姐姐？得试探一下，他们到底怎么回事？她当年那么喜欢我，肯定会给我面子。原来是荣孝华的姐姐，那我当然得照顾着。荣玉，你太瘦了，红烧肉都给你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聊。眼不见心不烦，尽快脱身。今天安排物理小考，大家认真作答。都是基础题，也太简单了。这些题虽有难度，但熟练套用公式也能算出。考试居然看课外书，太不认真了。这几道难题竟然全对，怎么没写过程？荣誉同学，这几题的过程你写在哪里？没写过程。那你怎么算出结果的？用这个公式，心算就能出结果，没必要写过程。这公式怎么会远超高中范畴，甚至大学都未必接触，还要带入5个数字运算，心算根本不可能。你跟我来下办公室。高一下半年分科，他最多只学过半年物理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你真的是文科生吗？我初中就喜欢理科，高一上半年自学完了高中所有理科课程。高中选文科是因为不懂，耽误了。真是被耽误了。做一套物理竞赛题，把过程写清楚，我看看你的真实水平。他竟然追到办公室来了，真是厚脸皮。
这是全国物理竞赛题。去年宋怀代表学校参赛，做错一道小题还拿了金奖，荣誉竟然全对。回头我再找一套国际高等物理竞赛题给你做。你先回教室学习吧。这些题太简单，写过程纯粹浪费时间。裴老师，这张废纸你还要吗？不要了。听说你这2天都没来上晚自习，去哪儿玩了？我有车，带我一块儿呗。别跟着我，烦死了。师傅，赶紧走。叶哥，我怎么感觉荣誉不像暗恋你的样子？谈过恋爱吗你？这是害羞了，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示好，习惯2天就好了。要不直接告白得了？去查一下，告白要准备什么？这位阿姨是谁呀？小月，季叔叔来客人了，来妈妈这里坐着。小月喜欢喊什么就喊什么。这位是荣阿姨。荣小姐你好，我叫蓝柔雪，是季总的秘书，让荣小姐见笑了。孩子有点不懂事。蓝秘书，管家给我备一份晚餐。是。荣小姐居然这么理直气壮吩咐季家管家，纸鸢，这位荣小姐是？难道她来路很大，连我都不能告知？12岁在国外相识，共度6年美好时光。我匆匆嫁人，又因丈夫孕期出轨离婚回国，恰逢季芷渊婚礼。后来季芷渊妻子难产去世，我一步步重新渗入他的生活。本以为嫁进季家是水到渠成。小月，你去倒杯水给荣小姐。不是有佣人吗？小月乖，你是最乖最懂事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这条狗是英宝放学路上从水沟里捡的，奄奄一息，在他精心照顾下活了过来。可惜养了不到半年就被人偷走了。荣阿姨，喝水。谢谢。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回阿姨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如果再这么不小心，那就是缺乏管教。这杯水我会泼在你妈妈脸上。小月，你怎么了？荣阿姨好可怕。呜，爸爸，我要爸爸。荣小姐，是不是该给个解释？本来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适合担起家族大任，现在看来还是缺点火候。病人需要静养，都出去。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这种审视傻子的眼神看我。荣小姐，晚餐到了。是想叫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？芷渊，荣小姐到底是什么人？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。那可是季爷爷的卧室，她独自留下，万一对季爷爷做什么？她不会。爸爸，我感觉荣阿姨很不喜欢我。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说好了今晚带你们去旋转餐厅，等荣小姐走了，我们就去。很高兴通知你，你已经顺利通过海选，现正式邀请你明天上午9点前往季氏娱乐大楼参加初选，请准时到场。今天是初选，连正式录制都算不上，不必紧张，正常表现就好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对了，姐姐，你不是也报名参加了星梦计划吗？收到节目组的邀请了吗？就他个土包子也能过海选？我过了。你通过海选了？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好。你身上的衣服不太合适，要不要换一件？姐姐有演出服吗？我衣柜里还有几件没穿过的裙子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不用了，就这样。把车开过来。这是我女儿荣若瑶，今年上高3，
出过几首歌，算是有点经验，还请各位多多指点。第3演唱室第16号。各位老师们好，我叫荣玉，你选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，从头到尾清唱就可以了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。他就是海选中用手贴录制的选手，这么多杂音都挡不住他的嗓音，现场听更惊艳。嗓音条件太优越了，就是唱的都是民国歌曲，不知道流行曲怎么样？有这样的基础，唱什么都不难。瑶瑶，我听过你唱的英文儿歌，声音真好听，我们能合影吗？姐姐，你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小玉过了初选，4盏绿灯才能现场通过，她凭什么？我准备了庆祝宴，亲戚都在，咱们一块过去吧。要去芙蓉庄园？不了，我还有事。妈妈，那些老师是不是因为荣誉是荣家大小姐才给的绿灯？可能是你爸爸找了关系，不过不重要。他基础戏虽还行，但跟你比差远了。你自带粉丝和名气，不用在意他。我知道了。荣若瑶过了纪实娱乐的选秀初选，挺到最后就能成团出道了。成绩好，长得美，还有宋怀那样的学霸未婚夫，家里又有钱，也太让人羡慕了。公主，请喝奶茶。冀州野，我没工夫陪你玩，说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都做这么明显了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在追你。如果有病，请及时去医院治疗。你就别装了，我知道的，你其实暗恋我很久了，别不好意思。你动手干什么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是在帮你醒脑，别一大早就在这发神经。野哥，我怎么感觉荣誉不太像暗恋你的样子？他就是害羞了，有个词叫恼羞成怒，意思人太害羞了就会愤怒。对，他就是恼羞成怒了。女人真容易生气。是。野哥，他在看你，原来真的暗恋你啊！果然还是野哥敏锐。你先别动。这个侧脸和英宝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季家世代书香，骨子里是温润斯文。他真的是季家后代吗？荣小姐连季家核心秘密都知道，怎么会不知道他和我的关系？所以他也是季家的人。亲兄弟。季老爷子的儿子儿媳10多年前就去世了，这小子从小没父母教养，长歪成这样也能理解。还看够了吗？离我远点，看到你眼睛疼。下课。走吧，一起去食堂。荣誉，这里。荣誉，我喜欢你。我和荣誉长得像，季州爷告白肯定是因为这个，真滑稽。宋怀，我爸还指望我姐复读能考上大学，如果他和季州野在一起，肯定会被带坏。我姐向来听你的话，不然你现在过去跟我没关系。荣誉这种乡下女孩，就该嫁给季州野这样的坏学生，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答应他，荣誉，快答应他，快答应他！荣誉，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礼物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只要他点头，就当众说这只是玩笑，让他成为全校最大的笑话。答应他，荣誉，快答应他，快答应他！叫你倒反天罡，叫你忤逆不孝！看错吧，
荣誉居然拒绝了季周野的告白。季周野高一给校花递情书被拒。说实话，他长得挺帅，怎么老被女孩子拒绝？成绩差，脾气差，穿搭丑，还听说他父母双亡，是孤儿，靠政府补助吃饭。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这不是上个月某国际大盘新品吗？价格近100万，荣家都买不起，肯定是假货。王哥再生气也不能拿项链发脾气啊！喜欢，算不上喜欢，就是感觉现在假货做的挺真，多看了2眼。英宝什么时候才能醒来？我拿到了一套最新的国际高中物理竞赛题，您晚自习来办公室坐一下。好。下去吧。我先回学校了，您好好休息。我看着你做，过程能写清楚就尽量写清楚。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物理天赋。荣誉同学，跟我去我家，我给你一些专业性更强的物理选题。好的，裴老师。荣誉同学，该回家了，需要老师送你吗？我让司机来接就行。爸爸，姐姐还没回家吗？今天早上有人跟姐姐告白，我猜姐姐是不是跟那个男生出去玩了？小小年纪就跟男生鬼混，夜不归宿。你成绩差我不说什么，要是搞大肚子丢荣家的人，我一定打断你的腿。爸爸别生气，姐姐应该是有事去了。我确实有事去了，在班主任老师家里看书。看书看到这个点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那么好骗？时间确实晚了点，高3学习紧张，每天来来回回太浪费时间。不然这样，从明天开始我住校。你实在没精力应付荣家的琐事，住校能省去不少麻烦。住学校岂不是更方便夜不归宿？未婚先孕岂不是丢尽荣家脸面？荣誉爸爸您好，我带荣誉去我家学习了2个多小时，耽误了他回家的时间。我发现荣誉同学极有物理天赋，我给他做了几套试卷，情况远超出预期。接下来有一个高中生物理竞赛，如果家长允许，我就先给荣誉报个名。他有物理天赋，允许他从文科转理科，绝对是非常明智的决定。我明天开始能住校吗？他一个转理科没几天的学渣，竟然有资格参加物理竞赛。麻烦老师给我安排宿舍，以后大部分时间会住宿舍。我已经给你报名参加物理竞赛，就在下个星期。这几天你好好巩固物理基础知识。老师觉得我有刷题的必要吗？那你好好放松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裴老师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让荣誉去参加物理竞赛，学校答应了。学校规定一个班推选1名学生参加初赛，物理老师和班主任商量定下来就行。物理老师和班主任都是他，确实能自己决定。物理成绩真就这么出众？他是天赋型学生，等竞赛结果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没看走眼。这中间的过程我推演了上百遍都没头绪，只能确定结果正确。看得懂？还行。高中生能看懂这种专业书？老师给你出个题，你做做看。好好好。荣誉同学有没有兴趣做我的论文撰写助理？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的时间实在有点紧张。
爸爸，我怕。小月胆子小，让荣小姐见笑了。荣玉不过是荣家不受宠的大小姐，还参加季氏投资的选秀，明显是季芷渊有意捧她。管家，为荣小姐备一份晚餐。是，蓝秘书。我来给你讲故事，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，是文明人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。医生，那人动了！老爷子确实有醒来的迹象，可能今天，也可能明天，或许下个星期都说不准。都出去吧，我再坐一会儿。季总，跨国董事会议马上开始了，是现在参会，还是推迟半个小时？我进去开会，你抱着小月。爸爸，你开会要开多久呀？我还想让你陪我去逛街买裙子呢。晚上去。荣小姐，芷渊有点事要处理，我送荣小姐出去吧，就不劳烦蓝秘书了。荣小姐还在上学吗？天天这么来回折腾，会不会耽误学习？蓝秘书不用送了。那好吧，荣小姐路上注意安全。荣小姐，小月不就是上回不小心差点把水泼在你身上吗？你怎么能记恨一个小孩，甚至把他推下水？小月还只是个孩子，她有什么错？都是我这个当妈的错。我代替小月向荣小姐道歉。阿渊，你怎么说？竟然叫得这么亲密。或许荣小姐是认为我和芷渊有什么，所以对我和小月有敌意，对吗？芷渊只是可怜小月从小没有爸爸，才对我们母女多有照顾。荣小姐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孩子？荣小姐最近不必再来季家，居然允许一个心怀不轨的人天天踏足季家，真是没智商！我季家的事轮得到一个小丫头做主？小月，你没事吧？就这点智商，还当季氏继承人？这件事你要是想不明白，总裁这个位置趁早让贤，让给季周野那家伙，似乎更靠不住。大少爷，老爷子睁开眼睛了！快，大少爷，快去老爷子房里！先给小月换衣裳。您老可算是醒了，先喝点粥养养胃。谁的画？老于，这是谁放在我这儿的画？是荣小姐的画。哪位荣小姐？人呢？去哪儿了？立即请过来，我要见她。老爷子，荣小姐刚走，明天再请过来。我现在就要见这位荣小姐，扶我起来。荣小姐，我们老爷子醒了，想见你一面。老爷子大病未愈，只能请荣小姐屈尊一驾。妈妈早就死了70年，我在妄想些什么？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我阳寿不多了，妈妈很快就会来接我了。你叫我什么？英宝，我是妈妈呀。妈妈？18岁高中生能是谁的妈妈？英宝，你还记得这只狗叫什么吗？忘了。它叫松果，刚捡回家时浑身是稀泥，是你烧水亲自给它洗澡，刚洗干净它就跑了。我们在松树下找到它，你就给它取名松果。松果在我们家待了多久？5个月，不到半年。那天祖父过寿，小朋友抢走了你爸爸给你的蛋壳，你一个人单挑4个，输了就坐在地上哭。我早知道只留下你一个人，我说什么都会再生几个孩子。英宝，妈妈走得早，你一个人一定很辛苦吧？妈妈！叱咤上界的祖父，竟扑在18高生怀里喊妈妈。是妈妈，妈妈回来了，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了。叱咤上界的祖父，
竟扑在18岁高中生怀里喊妈妈。这匪夷所思的一幕，我一个人看见就行了。妈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天发生车祸。荣小姐，老爷子对车祸二字敏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别影响我们母子团聚，出去！我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那天车祸后，我以为自己死了，一睁眼就到了70年后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很幸运，我们母子今生还能再见。你的意思是，一场车祸让你从季家太夫人变成了荣小姐？简单说就是这么回事。荣小姐不觉得这个谎言太可笑了？且不说违背科学，就算真有这种事，光凭这几幅画就能证明你是季家太夫人？这是你太奶奶，你怎么和长辈说话的？她根本拿不出证据。荒唐！我妈就是我妈，还要什么证据？到底是谁荒唐？英宝，这点事没必要生气。阿渊确实不太聪明，年纪还小，慢慢教就是了。从小到大我都是天才，他一个复读生居然说我不聪明，确实有点不聪明的样子。妈妈，你觉得应该怎么教？喊声太奶奶。我相信科学，绝不接受这种离谱的事。真倔强，跟你小时候一样。不聪明的人大概也没能力掌控季氏这艘巨豚。英宝，你真的认为他适合的做季氏总裁吗？季家这一辈一共5个孙子，到时候我把几个臭小子都喊回来。老爷子一时从未有过这般开怀之样，太奶奶。这才乖。英宝累了，该休息了，你带我回房。阿渊，我明早给你一个书单，尽快帮我买回来。他站在这里，就像从未离开过。或许他真的是太奶奶。阿野呢？他晚上不回家。阿野高3，怕耽误学习，我在学校附近给他买了套别墅，他平时住那儿，周末耽误学习？没什么事情，我先走了。英宝，你在我门口干什么？我还以为昨天是做梦，怕推开这扇门，什么都没有。不是梦，妈妈真的回来了。今天我请假不去学校，一整天都陪着你。以前是妈妈牵着我，现在还是要妈妈牵，我这身体真不争气。荣小姐，早，以后务必对待荣小姐像对待我一样。是，强调一句，若我和荣小姐的命令相悖，优先听荣小姐的。是。谢谢阿元。是吴少爷回来了。不是，我说荣誉，我跟你告白，你当众拒绝，让我丢脸。现在跑我家里来是几个意思？难不成是后悔了？现在后悔也还来得及。闭嘴！老于，把所有人都带下去。是。爷爷，打我干什么？混账东西！这是你太奶奶，给我跪下！什么太奶奶？我怎么听不懂？爸爸的妈妈叫奶奶，那爷爷的妈妈叫什么？这不是3岁小孩的问题吗？问你呢，爷爷的妈妈叫什么？太奶奶。哎，这才乖嘛。你他妈哪根葱？
住口！我昨天大概也是这副大惊小怪的样子，确实失礼。大哥，我喊太奶奶，她应什么声？这是亵渎我们太奶奶的在天之灵，是谁把她放进来的？她虽然是我同学，但我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于管家，立即把她轰出去！爷爷，太奶奶，她就是这么咋咋呼呼的性格，事情确实离谱，她一时难以接受，很正常。大哥，你喊她什么？她确实是我们太奶奶。不可能，她是骗子，骗你们的！蠢的要死！我确实蠢了点儿，但学习成绩还行，是班上前3名。是吗？我最讨厌学习了，这就是个善意的谎言。蠢货，过来！我正式介绍，荣誉是我妈妈，也就是你们的太奶奶。务必尊重她、爱护她、服从她、孝敬她。谁敢忤逆，就滚出季家！我不缺孙子。是，老爷子，我记住了。太奶奶，坐，一起用餐。老五，你去学校把朵朵接回来，让你太奶奶认识一下。小孩嘴不薄，就说家里来了位贵重客人，让他喊妈妈。朵朵，小渊的女儿。朵朵妈生产时羊水缩血走了，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妈妈。我还以为阿渊没孩子，才上赶着给别家孩子当爹。太爷爷、爸爸、小叔、姨姨，你可真乖啊！你们说朵朵读寄宿学校，我还以为她上初中了，才幼儿园，怎么就天天扔在学校？英宝当年8岁，我都没让她天天待在学校，不许回家。阿元说，孩子的独立性要从小培养。那家幼儿园接轨国际教育，老师都是有名的育儿专家，不会差。还真把国外育儿观念当回事了。阿渊，蓝秘书的女儿也是在上寄宿幼儿园吗？小月没有爸爸，从小没有安全感，在寄宿学校读书会扩大她的敏感。果然不聪明。小月没有爸爸太可怜了，大哥跟柔雪姐赶紧结婚，给小月一个完整的家。小月那孩子活泼灵了，我挺喜欢，看什么时候把日子定下来。蓝秘书和小月小姐来了。老爷子身体感觉怎么样了？太爷爷要保重好身体呀，再生病小月要心疼坏了。你这孩子就是嘴甜，马上用餐，你们留下来吃个饭吧。能做季家餐桌，必定与季家关系匪浅。荣小姐，昨天的事我问过小月了，是她自己不小心掉下水，怕我骂她，才撒谎说是荣小姐推的，是我没管好孩子。在这里跟荣小姐道个歉，还请荣小姐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一个孩子计较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太爷爷第一次对我这么严肃。小月还小，撒谎很正常，老爷子别小题大做了。我撒谎会被爸爸罚站，为什么蓝月撒谎还会被吼？荣小姐不介意我坐在你旁边吧？蓝秘书坐阿渊边上就行了，别挤到荣小姐。我记得你最爱吃这个，多吃点。季老爷子竟亲自给小辈夹菜，荣玉还坦然接受，连谢谢都没有。他到底来过多少次？爸爸，我要吃肉丸，我还想吃鱼，但是怕有鱼刺，爸爸能帮我挑鱼刺吗？当然能。爸爸，我也想吃鱼。有1个多月没见到爸爸，想被爸爸抱抱，想吃爸爸家的菜。多多长大了，该学会自己挑鱼刺了，不能总依赖别人。季芷渊对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孩子根本不在意。蓝月比我还大几个月，爸爸却对她那么好。多多，你都那么大了，小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什么都是靠自己。想吃鱼是吗？不是想吃鱼，是羡慕蓝月能吃爸爸挑的鱼。
还没老眼昏花的话，就给朵朵把刺挑干净。季家血脉被忽视成这样，荣小姐竟敢指挥季老爷子，胆子也太大了。阿渊，推掉下午所有工作，带荣小姐去买点东西。难道荣小姐是老爷子给季芷渊挑选的妻子？爸爸，你不是答应过带我去看电影吗？今天下午去好不好？小月平时挺乖巧，怎么这会儿不懂事？行，阿渊，你带小月去看电影，我亲自带荣小姐去。老五，你平时吃喝玩乐样样精通，负责带路。你也一块去。老爷子刷卡，我正好浑水摸鱼挑辆跑车。爸爸，我们去看电影吧，同学都说那部电影可好看了，还有全球限量版周边玩偶，一个就要5万多块。妈妈说买不起，我好想拥有一个呀。等会儿看完电影，爸爸给你买。爸爸太好啦！爸爸给我送了礼物，也要给妈妈送礼物好吗？好。刚才看中的车800多万，必须刷老爷子的卡，我去付钱。小朵朵，你去付钱好吗？我不敢。看见那边的阿姨没有？你把卡递给她，说要买那辆黑色的车，阿姨会全程为你服务。我可以吗？当然啦，我们朵朵最棒了。乖朵朵，这事交给小叔去办就行了。不行，这是姨姨交代给我的任务，我要独立完成。小叔，你让一下。算了，荣誉那辆车1000多万，回头借来开过瘾。让朵朵和小月一起玩，果然是对的。这不，朵朵都变大方了。以后朵朵回家住，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还有，阿爷也回家住。不，我就住学校附近别墅。轮不到你来说不。哼！以后由你负责陪太奶奶上学放学。她刚来这个时代，有点脱节，你学习好，抽时间给她补课。我成绩差得一塌糊涂，月考都没到100分，但荣誉一个70年前的老古董，成绩肯定更差。妈妈，这些你拿着，以后想买什么都方便。不用了。这么多张黑卡，我要一张不算过分吧？滚一边去！你1个月10万生活费还不够。前2天告白买项链花了近100万，信用卡都透支了，这事可不能让老爷子知道。那我就收着了，以后阿野的生活费就由我来付呗。野哥，你居然给荣誉拿书包，愁着像个跟班，什么情况？老爷子下了死命令。野哥，你太牛了！为了追到荣誉，居然伏低做小到这个地步，我谁都不服，就服你！快闭嘴！给你。那啥，你先进教室，我抽根烟。昨天晚上我制定了一份计划书，你抽烟的时候顺便看一看。野哥，什么扣1000、5000的，1个月才10万，禁得住这么扣？你什么意思？不尊重长辈，扣1万。凭什么扣我生活费？你说呢？凭什么？就凭他是季家老祖宗，季家原始资本1半来自他。还抽吗？不抽了，我戒烟还不行吗？野哥，
他都管上你了，看来真的暗恋你。管孩子要松紧有度，避免太叛逆。从前灰头土脸的姐姐，如今在人群中格外显眼，身上的灰尘仿佛被吹散了。我姐姐不是申请住校了吗？这么晚出去做什么？我听人说她和冀州野关系不一般，该不会是去那个吧？没有根据的事就不要乱说了。等哪天她被搞大了肚子，就知道我是不是乱说了。且静观其变。这是几个月前上市的限量版，价值1600万，还是女款。季家没有女性，是谁在开？荣玉，荣家仍在乡下长大的不受宠大小姐，荣家绝不会给她买这么奢华的车。荣小姐，像荣小姐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会很单纯，没想到竟然会收季家这么贵重的礼物。蓝秘书，要不要先看看自己这一身再说话？一个家境普通的秘书，日常用这么贵的东西，只能是季芷渊这个蠢货送的。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荣小姐才上高中，不该收别人贵重的礼物。荣小姐听我这么说，好像就不太高兴了。你现在去给他道个歉。芷渊，你让我道歉？确实是你冒犯在先。荣玉居然住进这间房，老爷子是想让她做季家下一任当家夫人。季总，荣小姐究竟是以什么身份住进季家？她是家人。家人？那我呢？我们交往这么久，我算什么？她是家人。跟你说我女朋友并不冲突，你哭什么？你想太多了。但愿是我想多了。安排人送蓝小姐出门。是。进来。太奶奶，我替柔雪道个歉，她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太奶奶不要跟她计较。若换成别的人被蓝秘书这么冒犯，阿渊，你会怎么处理？行了，你出去吧。柔雪是我女朋友，我没有叫管家轰她出去，已经算很给你面子了。这是怎么了？阿渊惹你太奶奶生气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好几年前就在策划的选秀节目，妈妈竟然参加了，太巧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妈妈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。如果不是妈妈投身科研事业，当年应该会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星吧。妈妈不如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。这档节目的参与者大多是学生，录制时间都在周末，不会影响太奶奶学习，体验一下也挺好。阿渊，明天喊季氏娱乐总经理到总部，给你太奶奶最好的资源。英宝，如果靠着季氏参加节目，那还叫体验人生，对其他人也不公平。妈妈说的是，那明天我陪妈妈去录制。妈妈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。千万别过来跟我打招呼，被观众知道我们是亲姐妹，捆绑在一起就好。那是马家限量版常规款手提包，一个要80多万，也太有钱了。80多万，他根本买不起，肯定是高仿品，在镜头前充面子，真是给荣家丢人。
从小美到大的童星太难得，姚粉冲，让瑶瑶出道。欢迎各位参加星梦计划，星梦启航，青春绽放。接下来是第一次公演，舞台交给你们。根据评委打分与直播投票综合排名，末尾8名选手将遗憾退场。阿渊，快看，荣誉学习多认真，这么多选手中，就他最好看。阿渊，快注册账号，我要骂回去！装什么装？狗屁仿品，他全家才是仿品。已经给对方禁言了。荣小姐，董事长请您上顶楼用餐。麻烦你转告他，不用了。荣誉，工作组找你做什么？没什么，走，吃饭去。那是蓝秘书，是集团总裁的贴身秘书，说明纪事特别重视这档节目。这里没有摄像头，大家对节目组有什么意见，只管跟我提，我会督促改善。爸爸找了好久都没见到蓝秘书，我竟然轻易见到了。早就听我爸爸说起蓝秘书，您这么年轻就成了总裁办秘书长，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你爸爸？我爸爸是荣氏集团的荣望天。荣望天没听过，但荣誉是荣家大小姐，这女孩应该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天生敌对关系。荣誉也参加了节目，难道纪事开这档节目是为了捧她出道？你在选手中很出众，好好努力，肯定能高位出道。抱歉，各位妹妹，导演那边临时有事需要我协助，暂时不能给你们化妆了。节目组就没多安排一名化妆师吗？这是导演的安排，我也没办法，先走了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去找导演组要说法。争来争去浪费时间，不如重新想办法。瑶瑶这身演出服好美，丽萨节奏感拉满，姚粉冲让瑶瑶当第一，丽萨才是第一，你们都让开，我们家荣誉才是第一。荣誉是哪根葱？没名没姓的小垃圾！资料显示70多岁，老畜生贡献养老金。拉黑，把他们统统拉黑！老爷子，你安静看直播就行，别瞎发言。我就是想当你太奶奶荣誉的粉丝，别人都有粉丝支持。接下来有请第6组登场。荣誉调整还行，太敢了吧！18岁的舞台不配出道了。阿渊，怎么回事？你太奶奶这一组为什么没化妆？稍等，我去了解一下。很大胆的演出，很动人，年轻人够胆敢闯。整体精神面貌契合节目主题，这是妆容堆不出来的效果，我给98分。各位老师有意见吗？8个人中2个声音沉，2个声音高，都有点走音。荣若瑶那组也有走音，新人正常，不然要我们评委做什么？评委席最终亮分98分。直播间直接炸屏，凭什么拿这么高分？瑶瑶、丽萨才97，评委故意的吧？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？第1名荣若瑶，个人喜爱度830票，总分920票。第2名丽萨，个人喜爱度795票，总分885票。第73名荣誉，个人喜爱度51票，总分151票。什么情况？你太奶奶个人喜爱度这么低，她哪里不遭人喜欢？还不是您在直播间带节奏，惹怒了荣若瑶和丽莎粉丝，投票故意避开她，不然总排名会是倒数。总裁，荣小姐这一组原本安排了化妆师，导演说蓝秘书在导演室脱妆，需要重新化妆，临时借调走了。
直播间都说这包是仿品，只有我知道是真的。季家人对他可真大方，送奢侈品，送豪车，还特意办选秀送他出道。恭喜荣小姐得了团赛第1名，不过个人喜爱度需要再努力一下呀。荣誉一开局就得罪2名热门选手，个人喜爱度是出道关键，后面只会越来越难。蓝秘书如果做不到公私分明，大概不太适合总裁办秘书长这个职位。请问，荣小姐是用什么身份罢免我的秘书职务？你看看是自己提交辞呈，还是季氏发劝退文件？荣小姐口气未免太大了，别以为老爷子看中你就真把自己当回事。老爷子已经老糊涂了，芷约才是季家真正的家主，我是季氏未来老板娘，你凭什么劝退我？蓝秘书关注一下手机信息。怎么样？综合排名是不是第1？我刚刚看见荣誉和蓝秘书吵架了，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把蓝秘书气得砸了手机。他得罪了蓝秘书，我们荣家和季氏的合作是不是更难了？他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不过蓝秘书应该不知道她是荣家大小姐，万一被粉丝看到我和她是姐妹，恐怕影响不好。妈妈今天的表演太精彩了，累了吧？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阿渊是想跟我说蓝秘书的事，是我侵入季氏内部系统，给蓝秘书发了开除消息。蓝秘书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发劝退消息？阿渊，你自己说。太奶奶，柔雪并不是故意针对你，她只是想整理妆容，没顾及到选手，确实是她的错。蓝秘什么时候这么不顾大体了？选手等着上台，他为了自己临时调走化妆师。要是你太奶奶这组想不出办法，8个年轻女人都会失去出道机会。做出这么大纰漏，确实该开除。不然，先降职观察。蓝柔雪担任不了秘书长，同样你也难以担起季氏总裁的重任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季家的骄傲。老爷子第一次因为小事否定我，柔雪只是犯了小错，为什么不能给个机会？江秘书，你给我上来！给我拟定一份董事长股权转让协议。老爷子年纪大了，确实该早点把股权转给季总。名字错了，不是转给季芷渊，是转给荣誉。不想让妈妈太劳累，但没有地位身份容易被欺负。一个小秘书都敢夜凌季家太夫人，不要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我。确定就是转给荣誉。不想接管季氏，事情太多，且一代人管一代人。但英宝78岁了，舍不得他再劳累。董事长，从现在起，我将全心全意为董事长服务。请问，董事长变更的事是否需要在媒体上公示？不必了，你知道就行。公示没好处，还会引来麻烦。名下股份迟早要交给季芷渊。那就请董事长跟我来一趟，录入人脸、指纹等信息。现在你太奶奶是集团董事长，董事长开除员工，不需要向你一个总裁交代吧？就因为为柔雪求情，就闹到这个地步，太奶奶不该有更宽大的胸怀吗？幸亏没推进蓝柔雪和阿渊的事。季家不接受这样道德败坏的孙媳妇。我季家娶媳妇不挑门第，只看人品。以前我赞成你和蓝柔雪交往，现在你跟她分手吧。就因为她无意调走化妆师，就扣道德败坏的帽子，太过分了。我就问你，分不分？我不分手。既然你非要维护她，季家只能断了你所有信用卡，回收私人股份红账户和基金账户。以后你只担任总裁职位，按月领取酬金，有问题吗？好。芷渊，老爷子怎么说？我真没有故意针对荣小姐，只是凑巧。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爸爸，你还在工作吗？我等妈妈回家再睡。你能送我一件公主裙吗？我最好的朋
朋友就有一件，穿在身上我就是最漂亮、最幸福的女孩。就一条裙子，别人都有，我不配拥有吗？小月，妈妈教过你，不能随便找别人要礼物。爸爸又不是别人，你就买给我嘛，不然同学会笑话我。早上好，依依。今天周一要上学，依依快起床。走喽，吃早餐去。老五呢？这2天怎么没看到他？五少爷凌晨2点钟回来的，这会儿应该还在睡觉，熬到这个点，还怎么开车？老于，给荣小姐安排一名专职司机。别啊，我年轻，熬点夜没事儿，能开车。周末2天玩游戏去。还是太奶奶懂我。刚上市的游戏，我连熬2个大夜通关了，我是全国第1个，厉害不？游戏很好玩，超级好玩。中午休息有1-2个小时，我带你玩，你玩了就知道有多爽。听内幕爆料，瑶瑶是第1期演出的第1名，超级厉害。没想到大明星就在我们身边，太幸运了。瑶瑶越来越漂亮了，看着就养眼。他不是也参加这档节目了吗？高三20班的学渣，这是模仿瑶瑶出道。我听人说，荣誉和瑶瑶好像是亲姐妹。不太可能吧？瑶瑶漂亮时尚，荣誉也太老土了。你们看她穿的鞋子，都过时了还穿，笑死人了。这是国际大牌，当季主推款，她居然穿假货丢人。不是，哪来的狗在吠？你们要是实在闲得慌，去村头菜地帮忙喷粪成吗？你怎么能骂人？我就是骂你，怎么了？要是再逼逼叨叨，我还能克你悲伤。季周野，大家都是同学，说话没必要这么难听。荣校花有空多管管你这群脑残粉。无故离开教室76分钟，扣除7万6，打架扣1万。友情提示：你下个月生活费已经没剩多少了，注意点额度。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出去打架？荣誉，你太不识好歹了！隔壁几个男生在网上造你黄谣，说你靠身体搏出位，野哥听见了，气不过才跟他们打起来的。抽烟扣5000。不过你能在外人面前维护我，说明你是个乖孩子，奖励你1万。野哥居然没意见，不是说要设局甩了荣誉吗？怎么好像陷进去了？这才第1次节目录制，等第1期正式播出，议论我的人只会更多。你一个一个收拾，忙得过来吗？难道就让他们恶意造谣？平时多读点书，就不至于只会暴力解决问题了。诽谤他人的信息被转发超过500次，将会立案。让他们吃点牢饭，自然就老实了。不管你以后从事哪个行业，现在都得好好读书，不要辜负大好青春。我知道了，太奶。差点忘了，我早上说带你一块玩游戏。荣誉，你一个人冲什么冲？团队协作懂吗？回来，等大家一起。这游戏也太简单了，就这，也值得你们天天抱着手机玩。你以前肯定玩过，故意装菜鸡骗我们。初次玩就秒杀全场，我在他面前就是菜鸡。好好学习吧，孩子们，学好了数学就能算出对方的运动轨迹，比如移动速度、技能、兵线位置，输入固定数据模型就能算出。荣誉，你准备一下，等会儿跟我去海城大学参加物理竞赛，一来一回加上考试时间，这一下午估计得废了。如果能拿到全国物理竞赛前3名，就能获得北清保送资格。你做题仔细点，多检查几遍。那个穿白衣裳的女孩不是荣誉吗？他还真是搞笑，竟然追到比赛现场来了，也不照照镜子，他从头到脚哪里配进我们宋家的门？
我应该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，和宋怀有婚约的是瑶瑶，不是你。你这样厚脸皮追过来，只会让我们宋家更瞧不起你。宋怀，你妈的自恋程度真是令人叹为熏之，你也不管管。你天天追在宋怀屁股后面跑，闹得人尽皆知。你不怕丢人，我们宋家还怕丢人。我警告你，立即离开海城大学。原来是宋怀妈妈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宋夫人让我立即离开这里。恐怕不行。荣誉同学是代表一中参赛的学生，比赛快开始了，我们要进场了。荣家这个闺女高考落榜，只考了100多分。荣家花大钱塞进一中，成绩那么差，哪来的资格代表一中参赛？荣誉，她不是学渣吗？只能待在学渣班，能参赛还是他们班没有更优秀的学生了吧？她转到了20班，也就是学渣，大概是这个班没有更优秀的学生了。荣家花了不少钱给她买名额，结果被转到学渣班，这不是浪费钱吗？妈，我先进去了。考试开始，请监考老师开始分发试卷。好，把试卷传下去吧。这位同学，你干什么？坐下，不要影响其他人。我提前交卷。啊！你在干什么？这面黑板禁止乱涂乱画。等等，云教授，这是你算出来的？竟然能推出结果，原来是这个方向。我认为这个结果不正确，中间错了一步。反过来推导的话，这个地方按照新的思路演算，会算出至少3个不一样的数据，这就得结合具体行星的特质。你这个思路有些保守，放在40、50年前确实行得通，但现在我建议你再大胆点。你的老师是哪位？我是裴老师的学生。裴老师是海城一中的物理老师，我在一中念高3。高中生才上高中就能研究这种世界级难题，你这样的数学天才，怎么现在才冒头？你肯定还没有专属导师。让我当你的专属导师如何？我叫云霄元，受邀担任海城大学副校长，同时是中央研究院数学部院士，国家数学科研所副所长。云教授这是在自我推销，你可是数学界泰斗，居然主动邀请高中生当弟子，传出去数学界得抖3抖。当云教授的学生需要做什么吗？没事，就是跟着我学习，不需要额外做什么。以后的数学界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再创辉煌。我每天要上学，可能跟着云教授的时间不会太多。暂时不用跟着我，你的思维比较保守，好像还停留在上个世纪，应该是应试教育的弊端，让你师兄带着你多见识见识。林让，你到陈列馆来，我认了个学生，以后是你嫡系师妹，来的时候给你师妹带个见面礼。只有老天爷知道，我盼同门师弟师妹盼了多少年。师妹的见面礼，路上来的挺着急，随便买了盆花，以后再给你补一个。这个就很好，谢谢师兄。我还有点事先走了，你们师兄妹先熟悉一下，有时间再一块吃个饭。荣誉，原来你在这儿，吓死我了！我差点以为你失踪了。考试怎么样？有把握吗？
林教授，海城大学重金聘请的数学系教授，12岁被清大录取，出国深造后因车祸双腿残疾，天赋与经历都令人瞩目。裴老师，荣誉同学被云教授收为门内学生，是我的师妹，以后可能经常先要离校参加一些实验，提前和裴老师报备一声。他读高3，经常离校可能不太行。他数学天赋过人，只要做出研究成果，云教授就会给北清写推荐书，相当于保送。北清保送？云教授是云小媛教授吗？正是。荣誉只是在物理方面有些天赋，数学可……其实因为他数学出色，学物理才不费劲。他年纪小，正是好好培养的时候。对了，云教授的研究涉及国家机密，为了防止荣誉被不明势力利用，这件事除了必要的几个人，没必要告诉不相干的人。裴老师先回去吧，我和师妹聊聊。林让和云教授都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物，有他们的教导，荣誉的未来真的是不可限量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过几天叫你来参观研究室。林教授，季总，自己人，这位是我家里人季芷渊，这位是我师兄林让。家人，男友，师妹这么小就交男朋友，有钱人最花心，别是被骗了。太奶奶成了云熙元教授的学生，她当年可是参与创立国家数学科研所的人，成就未必不如云教授。那以后就请林教授多多照顾荣小姐了，应该的。他不是和季周也是男女朋友吗？这个男人是谁？算了，与我无关。总裁，海狮的董事长突然造访，您看要不要回一趟公司？我正好去董事长办公室坐一会儿。季氏的网络防火墙还需要进一步改进。太奶奶，我先下楼见海狮的访客。蓝秘书离职怎么没提前说？大家还想给你办欢送宴呢。肯定是季总让你在家当全职太太，以后就是季夫人了，太羡慕了。办婚礼记得邀请我们这些老同事啊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们好好工作，我先进去了。这群人真是多嘴，季夫人的位置早晚是我的。他这神色不对劲，难道是出了什么事？刚刚季总来公司，身边带了个女孩，两人看起来20岁，果然是荣誉，难怪要开除我，是想自己来跟芷渊培养感情。那女孩是季家亲戚，快毕业了来实习，别到处声张，小心季总找你麻烦。那个荣阿姨太讨厌了，总霸占爸爸，比朵朵还讨厌。以前朵朵黏爸爸，我把项链扔她书包里，假装被她推摔跤，爸爸就不喜欢她了。爸爸，我今天在幼儿园画了画，老师说可以送给最喜欢的人，送给你。原来我是小月最喜欢的人。就是因为喜欢爸爸，我才穿你给我买的这条裙子呀。季总，爸爸，你又要去忙工作吗？我好想和你一起吃晚餐，讲幼儿园的趣事。爸爸，你就陪我吃个饭好不好？不好了，芷渊，小月的哮喘要发了，你快答应她，不然她能哭到发病，求你了。爸爸陪你去吃饭，乖，别哭了。现在就去。总裁，董事长请您去一趟办公室。老爷子也来了，是来给荣誉撑腰的。有什么事晚点再说。
有老爷子撑腰又怎样？小月一句话，芷渊就能放下所有事。蓝秘书的女儿发病了，总裁没办法，先带他们母女离开了。记事管理这么松散，一个离职员工也能随意进出高层区。董事长，这件事今晚就处理好。主要是2件事：第一，记事防火墙重新找团队整稿；第二，采购部的账有问题。每年集团传统节员工福利物资的采购负责人，立即叫他来见我。这块工作主要是蓝组长负责，但他已经下班了，可能明天才能汇报。现在是5点45分，距离下班还有15分钟。蓝组长是季总的小舅子，他迟到早退我们也不敢说，万一他姐姐在季总耳边吹枕边风，我们底层员工没法混。董事长，这件事我会。这些账本就是证据，立即报警吧。可是季总那边，我给了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来。季先生，您来了，这边请。您好，余额不足。费用多少？季总来用餐从未问过价格，今天格外奇怪。共78600元。以前隔几天就带柔雪来，一个月花30-40万不觉得，现在却可以。稍等我一会儿。爸爸，你的账户怎么会余额不足呢？你连7万多块钱都没有。肯定是老爷子经济制裁，逼迫我和芷渊分手。明明几天前还问过婚礼时间，怎么荣誉一出现就急转直下？你前2天借了20多万，今天又借8万，出什么事了？季家要破产了？直接借我100万。我就说，爸爸不可能连饭钱都付不起。妈妈说，爸爸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以后我就是最有钱的小公主。柔雪怎么在孩子面前聊钱的事？请问是蓝子刚的亲属吗？他因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谋取暴利被拘留，请你立即来警局配合调查。爷爷，我把太奶奶伺候的这么周到，是不是该给点奖励？你觉得我能给你什么？以前在外面随便吃点就去网吧，现在微信只剩5块6。大哥，我没钱了，你给点钱花发呗。我也没钱，所有银行卡、信用卡都被没收了。好家伙，大哥比我还惨。兰子刚进公司还在学习，工作出失路也在情理之中，没必要闹到警察局。找不到你的人，也找不到蓝子刚，只好让警察解决。他半年捞走季氏48万人民币，换成你会怎么处理？48万不多。蓝子刚人挺好的，很仗义，反正就40多万，季家帮忙填了就是。混账东西，40几万都不放在眼底。蓝子刚这蛀虫在动摇季氏根基，你居然还替他求情，气死我了！多大点事儿，气成这样？如果蓝子刚能在3天内支付10倍赔偿金，季氏会撤销报警。10倍就是480万，只能接受跑车。为了防止你拿季家财产填蓝家窟窿，于管家，麻烦处理大少爷的所有财产，给你2个小时。大哥以前是家里的主心骨，现在太奶奶回来，混得比我还惨。如果下回再公私不分，我只能调你去分公司历练几年。不怪太奶奶和老爷子，是蓝子刚错了，都怪我平时纵容。
阿言，我不知道你和老爷子之间的事，但老爷子交代不允许借1分钱给你。老三、老四大概也被盯住了。大哥，抱歉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家老爷子大晚上给我打电话，不允许我给你任何经济援助，不然就停止跟我家公司合作。芷约，怎么样了？老爷子愿意撤销报案吗？柔雪，蓝子刚确实触犯了法律，季氏向来零容忍，如能3天内付清10倍赔偿金，季氏可撤销报案。10倍？我弟弟哪有这么多钱？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芷约，你会帮我们的，对吧？父亲，这件事交给我。同学们，好消息！我们班的荣誉同学以满分通过了全国物理竞赛的初赛，让我们恭喜荣誉！满分，太强了！物理满分，这怎么可能？高考才100多分，怎么可能考满分？物理那么难，他作弊了。大家可以回忆一下，荣誉转到20班后，是不是几乎一直在埋头看书学习？荣誉上次高考100多分是失误，并非能力问题。班长、学委、端主任，你们是班上前3名，马上要月考了，我很好奇，谁会被荣誉挤出前3？成绩真这么好，怎么会转到20班？他天天和冀州野那群学渣混，成绩未必真的好。荣誉，这道物理题你能给我讲一讲吗？这一题考的是最基础的知识点，这么复杂的题，他居然用最简单的思路解出来了。已经讲了5分钟了，再耽误下去，食堂连汤都没了。我是看他们马上吃完了，从没见过野哥这副做错事的样子。尖子班的宋怀以满分过了初赛，拿到复赛名额，师叔太厉害了！物理满分，简直是学神，获得大奖能保送北清，人跟人没法比啊！不就物理满分吗？多大点事儿，值得这么炫耀？有人急了，他以前追过荣校花，和宋怀是情敌。可他现在不是在跟荣誉谈恋爱吗？荣誉比得上荣校花吗？追荣若瑶都是几年前的事了，天天提有意思吗？咱班荣誉也是满分拿到复赛名额，有炫耀过一句吗？荣誉是谁？那个复读生，成绩差的要死，怎么可能考满分？我猜肯定是抄袭宋怀的答案。你们说谁抄袭？再说一遍试试！太奶奶可是70年前的大学生、教授、科研人员，高中物理算什么？至于抄袭，优秀的人在哪儿都优秀。你和荣誉考场上是坐在一起吗？离得比较远，他开考半个小时后就交卷了，那时候正常人还没写一半，他不可能抄袭任何人。文科生转理科才半个月，参加全国竞赛居然满分进复赛，太匪夷所思了。难道是他提前拿到了竞赛答案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你从前天开始就刷我的饭卡，早上买酸奶零食也让我付钱，一共花了我83块钱，什么时候还我？就80几块钱，也值得你开口。毕竟我穷，我奶奶捡废品给我的生活费，总不能一半交代在你身上吧？陈年家里穷，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靠奶奶抚养。以前想帮他，但他自尊心强，现在反倒不好意思占他便宜了。野哥，给个准信儿，啥时候还钱？陈年，你奶奶辛苦供你读书，你在学校连书本都不看，觉得对得起你奶奶吗？我表哥堂哥们不管成绩咋样，都是读了高中就出去打工，
我也一样。冀州野居然穷到借别人钱吃饭，以前被他追过，真丢人。走吧，去自习室。听说吴老师网上发布的观点引起数学界震动，有教授亲自来学校探讨。你们看，校长亲自接见那位教授。领导，行业泰斗居然亲自见我，太有面子了。吴老师，请坐。吴老师，第二阶段的推演方向有思路吗？最近忙了点儿，暂时还没开始推演。第一阶段推演来自荣誉，没想到闵教授会亲自找来。从这一步到这一步，应该还有第二种可能。吴老师是不是有助手专门负责这部分的演算？是的，教授，我请了班上一位同学协助推演，这部分是他单独完成，不然请他来仔细讲一讲。可以。教授，就是这位荣誉同学。这部分的推导过程是你做的？是的。如果我们引入一个收敛因素，让每个抛物线的开口逐渐缩小，你的意思是让抛物线的高距以某种规律递减？假设第 n 个抛物线是前一个的1/3，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形成一个自相似的线性。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再深入探讨一下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咱们俩居然把第二阶段的推导结果也算出来了。这位同学，你有这么强的数学天赋，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你的名字？现在知道了也不晚。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认我做老师？闵教授要收学生，他门下最次都是常青藤博士生，荣誉一个高中生居然被看中。抱歉，闵教授，我已经有老师了。可能不太懂。你说的老师是教基础课程的任课老师，而我成为你的老师后，会带你做研究，指导你攀登数学高峰。这意味着你有机会接触最前沿的数学研究，参与国家级重点机密项目。这是我苦苦追寻的梦想。闵教授可是院士，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数学家，成为他的学生，你连高考都不用参加，一封推荐信就能保送北清，你到底懂不懂？闵教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换老师的打算。我们先加个联系方式，以后你改变主意了，随时联系我。好，那我就先失陪了。你错过了一步登天的机会。原来吴老师之前让我做的抛物线推导，是为了发布期刊论文。在我看来，学术成果重要，但为人坦荡更重要。你误会了，我之前问过你要不要当助理，你拒绝后，我也打算发布期刊时加上你的名字。我根本没那个能力，还不如一个高中生。闵教授亲自来见你，太荣幸了！你该被推荐去别的单位了吧？再也不用教20班的废物学渣了。吴老师苦尽甘来。作为教育工作者，用废物描述学生，杨老师觉得合适吗？20班第1名都排在全校100名拆外，不是废物是什么？不一定排名靠前才叫好学生。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成长，不是用标签定义他们。学校看的是成绩和升学率。我还要备课，懒得跟你多说。就算喜欢成绩好的学生，也不想用羞辱人的标签贴在学生头上。
瑶瑶，你确定蓝秘书在家吗？我认识的导演说，蓝秘书休假准备结婚，以后做全职太太。他还告诉了我蓝秘书的家庭住址，能和蓝秘书交好，对荣氏与季氏的合作大有帮助。头一回见面，先不提工作，主要是交好。我在校门口听学生议论物理竞赛结果，荣誉好像也报名了。姐姐过了初赛，没看出来她还有这本事，不枉我花钱把她塞进一中。不过她是满分过初赛，全校只有3个人满分，很多人说她抄袭，但老师没说什么，应该是嫉妒。在乡下养了什么恶习，居然抄袭，丢人现眼，荣家的脸都被丢光了。别说这些影响情绪，马上到蓝秘书家了。保安叔叔，我和这家业主是朋友，特来拜访。芷渊，400多万还没有凑齐吗？我弟弟到底要在看守所待几天？放心，3天内肯定能凑齐。那你先忙。早知道他是季氏继承人，当初何至于匆忙嫁人，真是悔可当初。蓝秘书你好，我是荣若瑶，我们在选秀节目上见过，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你们进来吧。正想和荣家人聊聊荣誉，看看他到底怎么得到老爷子认可的。荣总、荣夫人、荣小姐，来就来，还带礼物，太客气了，快进来。贸然上门，打扰了。之前费尽心思见不到，现在靠瑶瑶就能搭上关系，荣氏与季氏合作有望。各位请用茶。几位好久没来家里做客了。我听说荣总是不是还有一个大女儿？是的，是我和前妻生的，在上不得台面，这阵子才接到身边。难怪。错了，荣誉根本没攀上季芷渊，而是勾搭上了老爷子。难怪季芷渊讳莫如深，老爷子无条件维护。蓝秘书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是丑闻，传出去在海城待不下去，我要嫁进季家，不能与季家为敌。没事，就是突然想起点小事。爸爸说不吃饭，让我们先吃。下午大少爷的助理来过，说大少爷以个人名义接了个案子，正在加班加点忙。个人名义，既是一堆事等着处理，他还接私活，是人补窟窿眼呢。蓝家那小子捞走季家40万，最后还是咱季家填空。阿元以前智商超群，怎么现在越来越蠢了？大哥不是蠢，是心疼柔学姐。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心疼，得让她摔个大跟头，才能长成季家顶梁柱。说了吗？我在工作，不要随意进来打断我。爸爸，我只是觉得你工作太辛苦，不吃饭会饿肚子。出去。我听太爷爷说，爸爸最近缺钱，这是我的压岁钱银行卡，管家爷爷说里面有2000多万，爸爸你先拿着用。我并不爱他的母亲，对他也没多少感情，却没想到他竟会心疼我。爸爸不缺钱，你自己收好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出去吧，爸爸要工作了。乖朵朵，原来你这么有钱，比小叔还有钱，借点钱给小叔用用咋样？找小孩要钱花，你可真出息。不敢招惹太奶奶，不想像大哥那样惨，虽然现在已经很惨了。有个赚钱的机会，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我打算以季氏名义，在海城一中设立贫困优秀生助学金，用你的脑瓜子帮我想具体条款，明早给我出稿。我不会啊。不会就学，难不成天天在家里混吃等死？
太奶奶，你赶紧看，我写的方案是不是很牛掰？马马虎虎，但作为第一次写方案的人，绝对合格。你这小子还挺聪明，怎么就不把这股劲头用在学习上？爷爷，听见没？太奶奶夸我聪明了。太奶奶天天骂大哥蠢，却夸我聪明，说明我比大哥还厉害。阿渊，你安排人把方案稿再改改，最好今天就能敲定。是，太奶奶。奖励呢，太奶奶？我的奖励呢？你方案里写的很清楚，贫困生总分前3名奖励3到5万，单科前3名1到3万，还有进步奖。你父母双亡，属于贫困8大类之一，符合资助条件，好好学习，最高1个月能拿10几万，加油吧，孩子！熬一整夜，竟是给自己挖了个坑。不是野哥，你这是疯了，竟然开始学习了！你很快也会像我这样了。陈年是班上倒数第一，进步空间大。扣陈奶奶减1年垃圾。这助学金奖励也太高了，月考最高能拿20多万，抵普通家庭1年收入。尖子班宋怀妥妥拿奖金，但他家里有钱，不符合贫困生条件。我符合条件，赶紧找班主任拿申请表。本来读完高3就去工地搬砖，若读书能赚钱，值得努力一把。哦，跟我读 abandon， 放弃，遗弃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改嫁，街坊邻居都说我被遗弃了，我是没人要的孩子。被亲人放弃不是你自暴自弃的理由，你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的选择，而是取决于你如何面对生活。难道不想亲眼看到他后悔当年的选择吗？你还年轻，人生还有无限可能。几年后你大学毕业，进最厉害的公司，月薪几万，买车买房，而他年纪大了没人养老，该有多懊悔丢下了你。就是，只要你大学毕业，我让季氏集团招你进去，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，多爽！说的季氏集团好像是你家开的，说要我就要我，开什么玩笑？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努力，没什么不可能。野哥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变成恋脑了，因为荣誉值得。你疯了！闭上你的臭嘴！别用你龌龊的脑子定义我和荣誉的关系。以往有他俩垫底，我们浪得毫无负担，怎么突然开始学习了？他俩都学了，我不刚抱底就成我了，这就是辛苦钱，真特么辛苦。姐姐，你住在学生宿舍哪一栋？我还没去过你宿舍呢。有什么事直接说。今天爷爷生日，姐姐不记得了吗？晚上爸爸来接我们去酒店庆生，姐姐别一个人先走了。知晓占了原生身体，有些事无法推脱。这几本期刊拿去吧。等月考出成绩你就知道，这种学生绝不会在成绩上回报你。杨老师这回恐怕要看走眼了。当初那些调皮的学生终于长大了。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这是谁在外说？声音还挺熟，这么难的文，他居然流利背下来了，没搞错吧？亦我所欲。不错，我有点事，先走了。看看赚了多少。一首文言文1000。今天晚上先不打游戏了，等我背完这篇再去。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不能让倒数1、2超过我们，太丢人了。装也要装得像一点，绝对不能输。又是家里的车，只能上车，省得麻烦。等会儿到酒店，规规矩矩喊人，懂礼貌点儿，别让老爷子挑礼数。都上初中了还做膝盖，果然是最受宠的孙子。
祝爷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比以前懂事些了，还知道给长辈送礼物。这包装也太简陋了，是地摊上几块钱一盒的茶叶吧？荣玉，你太乱来了，这怎么能拿给老爷子喝？都是孩子的心意，小玉读书忙，能想到买礼物就不错了。这是什么茶？好香！这是大红袍，产自武夷山的茶中之王。这一小盒千金难求。小玉，你哪儿买到的？不知道。你运气真好，居然能捡到这种好东西。荣家要跟季氏合作，这茶叶你留着招待季氏高层，别怠慢了。这群人总算知道我的价值了。如果不是瑶瑶参加季氏的节目，根本没机会认识蓝秘书，荣家更没机会搭上季氏。你们这些孩子得多跟瑶瑶学学。听说蓝秘书准备休假结婚，以后就是季氏老板娘。瑶瑶和他搞好关系，以后和季氏合作，岂不是水到渠成？瑶瑶，你和蓝秘书保持联系，要是能弄到他和季总婚礼的邀请函就更好了，说不定能见到季老爷子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了吗？这些人真是异想天开。哟，这不是余家舅妈吗？怎么到酒店当服务员了？万静，这是元神母亲的孕期离婚，全靠舅舅舅妈资助才顺利生产，这份恩情她一直记着。你这也太过分了！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给老爷子过寿，兴致全被你毁了。我没有，你们余家人也太会恶心人了。是我。这2瓶红酒可不便宜，你打算怎么赔偿？舅妈，先擦擦脸。看来荣家对他不算差。小玉，不用管我，去你爸身边站着。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吃荣家的，住荣家的，上学也是荣家给钱，还向着外人，真是一头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姓荣，给我过来！18年前和荣玉母亲自由恋爱，因应酬与公关女性走得近被拍照，他眼里容不下沙子要离婚。余家人到处宣扬他婚内出轨，贴大字报，害得公司丢了很多单子。跟你妈简直一副德行，分不清好歹。人都顾了，还提干什么？反正该赔必须得赔，一分都不许少。要不是余家人，荣家现在早就是豪门，就得让他们出点血。赔钱赔钱，6万多块钱呢，赶紧拿出来！大人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5万多块根本拿不出。赔钱可以，但在此之前，先调监控，看看到底是谁闯祸。小玉，你维护你舅妈我能理解，但将黑的说成白的，就有点无理取闹了。就调监控吧，是黑是白，总得要证据。平时忽略了小儿子管教，没想到这么顽劣。还是个孩子，能懂什么？2瓶红酒而已，荣家买不起不成？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这……今天我过寿，你非要跟我争吗？本来就是他活该。道歉！你给我道歉！孩子才多大，你发什么火？爸，你看他都被惯成什么德行了，小事不管，大事更糟。小玉，你还得靠着你爸读书，别把荣家人得罪了。我没事的。舅妈怎么来海城上班了？你表嫂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我过来帮忙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去给他们煮饭、收拾家务，过阵子办百日酒，你一定要来热闹热闹。好啊，到时候我一定到。太奶奶，蓝子刚的10倍赔偿款已经打到季氏财务部了。知道了。蓝子耀刚非法从季氏谋取利益的案子已经处理好了，麻烦你去警局撤销一下。是，董事长。
谢谢太奶奶。柔雪，好消息，你弟弟的事解决了，很快就能出来。小月，快过来，我们去季家，我们去道谢。之前看错了，这关系比孙媳还亲近，除了情人，想不出第二个可能。老爷子怕是被灌了迷魂汤，说不定会娶她进门继承遗产，得赶紧让老爷子把股份财产转到芷渊名下，不能让荣誉得逞。太爷爷，对不起，我舅舅不懂事，一时糊涂惹太爷爷生气了，我替舅舅向您道歉。大人犯错，自有大人的惩罚，轮不到你一个小孩子来道歉。老爷子，我弟弟是被狐朋狗友撺掇，一时鬼迷心窍才犯了错。这回在看守所吃了3天苦，已经受了教训，以后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了。以前觉得他温柔有教养，现在怎么看都觉得假。Refuse attacks. Rear flights for letting Zerfushning. 朵朵，你的房间是不是很好玩呀？我想去你房间玩一会儿，可以吗？爸爸说让我多和蓝月姐姐在一起，多和她玩，这样我就能变得活泼大方一点。好吧，那我带你去，但是你不能弄坏我的东西哦。荣小姐，我想真诚地跟你说声抱歉，之前是我心存偏见，对你有很多误会，还请你不要跟我计较。当然不会，蓝秘书，哦不，蓝小姐，既然来了，就请自便吧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他们之间的关系果然不简单，看来我得加快速度了，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。干什么？自己家里这么鬼鬼祟祟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光明正大说。我想让阿渊跟蓝柔雪分手，但阿渊不听。妈，你看有什么办法？为什么让他们分手？蓝柔雪心思不正，配不上阿渊，而且她不止一次针对妈妈。有人阻拦，他们会觉得真爱隔山海，随他们去，你别操心，早睡早起才能活久点。我一定要抢过来。蓝月姐姐，这些都是姨姨给我买的，姨姨对我可好了，她每次来看我都会给我带好多好多礼物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了呀？小月，怎么回事？哪里？朵朵她欺负我，我不小心弄坏了她的东西，她就推我，骂我是没爸爸的孩子，让我滚出去。我只是想和她做朋友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。道歉，做错了事就得道歉。对不起，小月，我不该推你。是小月弄坏东西在先，朵朵生气情有可原，而且小月爸爸永远站在我这边，我要把季朵朵赶出季家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朵朵，过来，姨姨抱。姨姨，我真的没有。嗨，荣小姐，这样的错她犯过很多次了。看来我们朵朵受了很多委屈。正巧看到2个小朋友聊天，觉得温馨，想发朋友圈，没想到拍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。你自己看。竟然是小月故意陷害朵朵，碎孩子竟这么会耍心眼。我错了，我只是羡慕朵朵有这么多好看的公主裙和鞋子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朵朵是爸爸的女儿，我也是呀。就因为我不是爸爸亲生女儿吗？我好可怜，没人疼。小月从小没有爸爸，我忙于工作，疏于管教，没想到让她养成了这样的性格。蓝小姐可真会混淆重点。照这么说，以后蓝月杀人放火，只要说她没有父亲，就能不判刑吗？蓝月必须亲口道歉。这跟熊孩子有什么区别？做错事还这么理直气壮。小月，别哭了，要是发病了就得去医院，你不是最怕去医院吗？安排车去医院。芷渊，我带小月去就行。朵朵心里肯定不好受，你先安慰朵朵，等小月好点了，我再带她上门赔礼。有什么事
立即打电话给我。他哭累了，小心点放床上。从未好好抱过女儿，很少进她房间。你也欠朵朵一个道歉，应该不止一个。好好想想，这样类似的事情以前到底发生过多少次？难道每一回都是小月故意诬陷？你们去了哪家医院？我过去一趟。小月是老毛病，没带她看医生，家里有药，你不用担心。别过来了。为什么爸爸能和朵朵住在一起，我不能？为什么朵朵有那么多漂亮衣裳鞋子，我没有？为什么朵朵犯错，爸爸还对她好？还能有什么原因？因为朵朵是季家人，你不是呗？爸爸早上好。昨天的事情吓到他了，我该怎么才能让他原谅我呢？昨天那件事是爸爸错了，朵朵愿意原谅爸爸吗？我从来没有怪爸爸。今天爸爸送你上学。以前爸爸只送小月，从没体会过被爸爸送上学的滋味。好家好呀，爸爸，我们快走。朵朵看着活泼多了。有人爱的孩子当然活泼，朵朵就是被你们这群糙老爷们忽略太久。跟我没关系哈，我一向疼爱朵朵。季周野，你是蜗牛吗？赶紧给我动起来！知道了，一起走。裴老师，我想请假去一趟海城大学。去吧，注意安全，有事随时联系。高三这么关键的时期还请假，一看就不是考大学的料子。荣誉同学很优秀，上回物理竞赛，荣誉以满分过了初赛，全市拿满分的学生不超过10人。裴老师怎么不用脑子想想？一个差生怎么可能物理满分？他真这么优秀，怎么会复读？怎么会榜上无名？马上月考，事实胜于雄辩。小玉，这里。最近班上女同学都爱喝这种奶茶，我想你应该也喜欢。谢谢师兄，很甜。今天叫你过来是带你进研究所看看，建在海城大学里。我前2天发给你的方程程式是研究所最近的课题，主要帮航天院计算行星轨迹。原来荣誉同学是林教授的学生，林教授腿脚不好，认学生大概是为了帮忙跑腿。荣誉这么好的苗子，跟着林教授怕是浪费天赋。正好我今年还没收学生，你就跟着我做研究吧。林教授别误，我不是抢学生，是想尽快培养人才，为国家做贡献。不好意思啊，闵院士，小玉是我师妹。荣誉是云溪园的学生，那老女人居然先下手了。闵院士挖墙脚的事，我刚刚告诉老师了。沈岩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一年收1个学生，门下都30几个了，你是需要人抬棺材还是怎么的？收这么多人？云教授居然会骂人，习惯就好。云溪园和闵慎言私下互相较劲，彼此看不惯的过往，师门学生也互相敌对的状况。以前是我一个人被30几人围攻的过往，如今有了小师妹作伴，不再孤身一人。